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MP 新出的这款48+黑狮擎天柱，盒子外包装跟之前也差不多嘛。产地越南碧上村。哇！制品说明书人物卡，因为是3C 版，所以有中文说明书。配件的内容很简单，跟白狮一样，也是这么多的导弹头以及这个武器架。但是这一回的特点有点意思啊，一个金属的小盒子，上面有霸天虎的 logo。哇，一张虎年的限定卡，还有编号啊，信用卡的材质，里面放着的是一枚2022年的虎年限定金币。说是金币啊，这玩意儿我估计也就是镀点铜吧。不过雕刻的非常精美啊，很不错，这种特点就很棒啊，这才有收藏的意义嘛。其实来说，说是越南碧上村产的，这一回的做工来说还是可以的。头部这里的涂装，黑狮的版本我觉得会更好看一些，蓝色的眼影，胡子也是用这种金属蓝漆涂出来的。其实这款模具啊，最漂亮的地方是这个毛发的纹理刻画，很好看。但是呢，身上又太过于凌乱了，这些分件包裹的其实并不好，这也是我不喜欢这款 MP 模具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这块太乱了，再加上身上没有什么涂装，也没有什么刻画，光秃秃的，可能主要也是为了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造型吧。狮子的体态来说还是能保证的不错的，而且确实这个黑色配灰色的感觉，再加上蓝的金属漆点缀，我觉得真的要比原色的那个好看一些。我个人真的很喜欢这款遗产线的传世进化的白狮模具。你看它这块身体包裹的多严实，虽然有一些开缝线吧，但是起码肚皮下方基本上不会暴露什么太多的零件。腿部的四肢感觉也很好，这一块的毛发纹理刻画也很精彩吧。虽然有不少玩家并不喜欢这颗狮子头啊，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很不错，很有现实中的那种狮子的感觉，而且我很喜欢它身上那种纹理手感，摸起来那个毛发一丝一丝的感觉，我个人感觉是比这个强很多的。这个作为一款大师级真的太乱了，这些分件反正给人的感觉是什么？这个模具啊，再有一种完成作业的感觉，就是为了完成这款狮子的形态而去完成。其实它主要保的还是一个人形，可能狮子形态的下这些包裹的隐藏空间就取舍掉了吧。老模具的重涂，所以讲的也不那么细了，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首先把狮子的鬃毛整理一下，头顶的这一片 Z 字折叠翻到后边。侧面这里往后推，露出来中间的轴。这就说到，其实这款模具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成本用在了头部狮子头的这个里外替换上边，可能也是因为还原动画片里边的伪装形态和人形肩膀的造型头雕不一样这么一个趋势吧，所以这块的分件量真的很大呀，成本都用在这里了。我们把这些毛发都炸开立起来，然后狮子的上边的半张脸掀开，下颚贴进去，主要是为了给这个轴腾开空间，其实挺烦的，说实话。这也是我不喜欢这款设计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对，还有一点，在变形之前你要把下方胡子的这一块这个零件给它拧个180度，这一块的变形会挺半手的。一定要把这块先转过来，不然的话你在过这一块空间的时候不好过，这个框子你要从这里钻过去。好，把这里全部钻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打开了狮子头部的4片毛发。所以呢，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为了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攻击效果吧，这里是能转的。变到这一步，腾开这个地方所有的空间，我们要把这个轴的根部再拧个180度。把这块整个的转出来，让狮子的2个脸里外的替换一下。
然后再打开嘴巴，紧贴住这个根部的空间，再把这一块折过来，卡扣搭在狮子的嘴里边，咬住里边的一个缺口，咬住了，再把狮子的上半个脸夹下来，尽量的往里压，咯哒一下锁住，正好卡在这个凹槽的边缘，就等于让狮子的嘴去咬住这个环儿，这块就固定好了。好吧，再把鬃毛稍微的往回贴一贴，其实现在也不用贴得太靠里了，因为还要腾开空间给其他的零件去避让嘛。这块变成这样吧，后边半个脊背的地方打开，然后后边这里再拆开，里边是有一个连接的插扣的，但是插的并不紧。尾巴双段关节缩进去，然后这个盖打开，旋转180，把背部的这一片装甲藏到屁股里，变成了一个小黑鸭的头，小鸭子。哎，这块立起来好了，我们先来把后肢变出来。这里是齿轮关节，拉下来，然后腿部齿轮关节这里拉平，这个关节这里是双段的齿轮啊，在掰这个关节的时候，记得把膝盖甲先挪开，摆正了它。好，一条腿先伸展，然后进行一个旋转，下方这里2个旋转，挪到正面来，膝盖的零件卡到位，脚后跟把这里挪一下，哎，转一转，让它带出来脚后跟的零件，就不用抠它了。那好，一条腿我们就变完了。另外的一边也是，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撩起来，再往下压一下，哎，带出来脚后跟，放直，接着往下抠这2个齿轮关节。其实这个齿牙的棘轮还是挺硬的，膝盖甲放上来，然后顺着这个关节拧180度，下方这里再拧180度，变身上半身。毕竟这个玩具太黑了呀，补这么强的光都看不太清楚。肚子下方有一块装甲，打开连接着肩膀2个斜方向的卡扣，把这里先拆松，然后肩头这里和下方这里的卡扣连接在腰部侧方向，这里打开，打开，上方这里拆开，拆开，这是个连接杆的设计。把这里的卡扣和这里的卡扣2个维度拆松掉，好吧，先给它拉开。接着肚子上方的这一块翻下来，中间的连杆很长，我们把这一块折一个90度提起来，然后左右打开，腹甲也左右打开，胸甲腹甲拼合好，从根部这里旋转180度，记得下方的这个关节处啊，编到这里抬起来，腹甲侧面这2块根部的滑道拉松，往宽拉松，斜槽让开位置提起来，让过这个边还是需要一点韧性，虽然有一个滑槽。从后边看，腰部这里弯腰的关节放平掉，这也算是另外的一种变相打开打合吧。我们先来处理胳膊吧，在小臂的部分这里有一个盖板，也就是打开卡槽的地方，把它合上，手腕立起来，盖住，手腕立起来，然后我们腾开手臂的空间，需要旋转肩部2侧的这2片零件，把它往里折一个90度，让这2个零件落在一起，接着往外翻，下方这里再往下转，刚刚好这个轴卡到了这个圆弧处，把这里贴紧实，然后往后折，折动的时候这个根部有一个卡扣可以插在一起，哎，胳膊放到正确的角度上，这一块就变形好了。另外的一个也是
先把这两块摞在一起，再往下旋转，轴转进去，这边的卡扣进行结合翻转，转的同时把胳膊再撇下来，转到正确的位置。好，胳膊变完了以后，我们现在就要挪狮子头了。根部这里需要借助一点点的韧性，打开这个地方的卡扣，然后横转90度这一罐，把它搭过来，然后直接放下来，把这个狮头放到肩膀上，鬃毛整理一下。然后在这个时候再往出翻脖子的零件，下方的挡板一并翻出，先过狮子头，再过人头，它是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放好。接着肚子的这一块，我们现在已经装载了挺多东西了，掏空了它，把这一块半圆弧往里切，然后后边再有一段轴往起立。好了，肚子里边就把腹部的那块盖板藏好，两边的滑道往里缩，夹住腰身的两侧，让这个腰部的曲线倒三角呈现出来，顺着这些关节往里折叠，把胸甲放起来，注意左右卡扣的位置结合，顺着这里卡住。好，这个时候胸部就完全夹在一起了，整个的腰身曲线、肌肉的质感做的都很不错，在人形状态下保证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肚子里边满满当当填进去了该有的盖板。但问题就是在这个变身的过程中比较麻烦的一个点，来回旋转的肩部零件，以及它人形保的非常漂亮，但在兽形状态下肚子的这一块算是有盖板，但是包的并不好看，太零碎了。最后的一步，我们把这个小鸭子头屁股的尾巴整体的拉出来，这个关节往上旋转，注意这个地方有卡头，旋转到位，把这个转轴顶出来，往这边侧转，再卡下去，然后再拧一下，一个双关节摆到肩膀上。其实啊，在这个轴的下方这里是有做卡扣的，但这卡扣其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插的不是很紧，就是一个定位的点而已。翻到后面来，狮子的两个爪子旋转180，然后往上折一折，爪子翻起来，就贴在这儿就行了。反正动画片里边也就是两个狮子的前肢就这么耷拉在这儿了。给我的感觉，反正这个变形过程真的不好玩，这个设计就像是在完成任务、完成作业一样。他教的这个答卷教的其实是一个人形，而兽形的话呢，唯一的噱头可能就是这个狮脸的来回切换吧。其他方面来说，我真的觉得看不到太多的亮点。在人形状态下，当然也有一些噱头了。胸口的能源宝可以打开，腿部这里可以翻出来喷口，手臂上可以打开，这里边可以安插导弹头，手臂的后方狮子爪可以直接往下翻折，作为爪子的钩刀。当然这个头也是可以旋转的。另外就是变形结构的噱头，尖头的狮子脸造型的来回切换，很可爱的动画风头部变成了这种机械质感、棱角分明的造型，嘴巴也可以打开，而且鬃毛也变成了非常整齐的大片纹理下来。鬃毛上方的盖子打开，里边也是可以翻出炮头的，在狮子状态下也可以这么用啊。虽然这一次的代工依旧是壁上村，但做工方面来说啊，大问题还算没有，小问题有一些。大齿的棘轮很容易出现虚位的状况，尤其在双齿轮关节上，在这里虚位特别严重啊。尤其两段齿轮加起来，
这么大的一个摆动幅度竟然没有掰出来1尺。脚踝这里也是2处齿轮关节，同样这里的虚位也很严重。所以这款黑狮站立起来啊，它这个晃的问题很严重。不过好在是什么？它的背包重心很稳，重心摆在了这条线上，再加上后脚跟这里拉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幅度，让它的支撑稳定性很好。所以有一些小许的齿轮虚位，这个也影响不是太大吧。拍这期的时候，我看评论区还有朋友们说，你把那 MP 的狮子拿出来一起对比一下，这不黑狮就来了吗？对比的效果来说啊，其实 MP 的这个人形保的是真的不错，可以看到它的曲线过渡、腰身这些刻画都是非常漂亮的。但话说回来啊，遗产的这款模具也不差，再加上遗产的这个变形结构简洁明快，许多地方运用的处理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胸腹部的这一块变形，藏零件藏得很好，只用简简单单的几个减法设计，就把很复杂的这个胸部变形结构能给你实现出来，这就很棒了。再不济，它可是一个8加的低龄玩具，它才卖100来块钱，所以大师级人形比它有一个更好的美型度，这个是必须应该做到的。但可惜的是，它只做到了这一点。兽形状态下包裹的兽皮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腰腹部那一块暴露的零件太乱了，太杂了。反而是这款低幼线的廉价玩具包裹的严严实实、整整齐齐，这个是让人非常满足的。所以综合度来考量的话，在人形的美型度方面 MP 模具完胜，可动素质来说都很优秀。但 MP 的白狮在变形结构中导入了一个弯腰关节，所以要强出来遗产线的模具一些。但变形的流畅度、享受的过程以及最后伪装形态的展现，还是遗产这一款更高出来一筹。最后再考虑到价格的因素，一款100元级别的玩具已经能做出来这么高的素质水平，我也不奢望它什么了，这个评价我对它也是非常高的。MP你自然卖到那个价格，又是变形金刚收藏界的最高级别大师级，所以对它的要求自然要更高。这款人形可以说达到了一个9分甚至满分的一个级别，非常的棒，非常的漂亮。但兽形和变形结构实在太拉分了，所以我对这个模具一直很讨厌。喜欢人形的，风雷的会更帅。我们玩大师级，玩官方，要的就是一个官方大师级设计师的变形结构和它的设计理念，而不是说为了交作业弄一个很好的人形，其他一切为了服务于人形，而导致了兽形一塌糊涂和变形结构非常的半手，连杆、狮子头的钻出，腹部的这一块炸得特别碎又聚拢起来的感觉，其实远不如这一款遗产白狮简洁明了的胸部一翻折一盖板。所以我对这一款的评价会非常高，白狮那个时候的评价就不是很高，黑狮嘛，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配色的关系，显得会比白狮帅一些。所以要说推荐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喜欢把玩的，我更愿意推荐你这款100元神作，100来块钱你可以很享受它的变形，而且2个形态做的都不差，性价比的首选。但如果你是一个金刚派，我喜欢战狮摆在那里帅就够了，帅是一辈子的这些玩家，你可以考虑 MP 的这款白狮，确实它的人形做得非常的优雅，曲线、肌肉的质感、白狮的力量，以及作为一款 MP 级别的产品应该有的高还原度、高美型度、精彩的涂装，它都做到了，但非常不适合把玩。这可能也是如今 MP 3.0 的一个趋势走向吧。那么得嘞，今天的 MP 48加黑狮就到这里了。总的来说啊，穿上一身连体的黑丝，对着光闪闪发光的这种内衣，还是让人欲望特别强烈的。所以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是不是黑色的更有味道呢？